高考学生正准备作弊用的纸条，老师看到这种土方法非常愤怒，去年也是如此，结果及格率才15%。睿智的老师直接把答案写在黑板上，直接让学生比拼超能力。很不幸运，他们遭到新任警长的突击检查，校长连忙过来解释，作弊是古老的传统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顺利完成12年级毕业，他们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栋梁，只需要给他们一个毕业证，确保以后能在底层找个工作。校长特意强调，这是市长的学校，升学率尤其重要。面对检查，校长是有一套的，他熟练地拿出一沓钞票行贿。没想到新任警长和以往的不同，当场就让助手拍下贿赂的证据，现在铁证如山。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被带走，三哥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之一，尤其对贫民窟的孩子来说没任何关系，反正将来都是从事底层的工作。不久后的一件事将会改变三哥的命运。为了减轻家庭压力，他和哥哥用人力车拉客，因此影响到市长的巴士生意。不出意外，他们被警察拦了下来，他们在里面遭到严刑拷打。三哥趁机逃了出来，他想到那位正直的警长，请求对方回去救救哥哥。警员已经做好应对上级的准备，他们找来一人冒充乘客，诬陷三哥把他的腿给撞断。警长一眼就看出手下的伎俩，一棍下去，他跑出100米10秒的速度。警长放了他们，并且亲自送回家。三哥的内心无比触动，第一次见到有人为低种姓伸张正义。离别时，三哥问警长，怎样才能成为像你一样的人？诚实，别作弊。三哥从此有了目标，像着了魔一样，时刻都在专注学习。第2年，警长被调任，学校又恢复作弊的传统，只有三哥在凭本事考试。一转眼几年过去了，三哥取得学位的那一天，奶奶拿出毕生积蓄支持他去参加司法考试。他抱着全家的希望第一次出远门，大家都期盼着他穿着警服回来。那一天，外面的社会远比他想象中的更复杂。只是在车上睡了一会，醒来时就发现钱包被偷了，他顿时懵了头脑，这可是奶奶的棺材本。晚上他只能睡在大街上。第2天，在辅导中心得知，州政府为了节省开支，取消了省级公务员考试，弄丢了钱。他没脸回家跟奶奶交代。他在城市里徘徊了几天，饥饿让他放下尊严，向餐厅老板祈求吃的，希望做些工作来补偿。热心的老板直接给他一份饭，吃完后还不需要他打工补偿。三哥一听就不高兴了，读书人那股傲气一下子上来，如果不是钱包被偷，自己绝对不会吃白食，说什么也要帮点忙。老板觉得这人胡搅蛮缠，免费给你吃的还不乐意。旁边的小王听到后提出帮三哥付钱，他也是来参加考试的，因此非常同情三哥的遭遇。小王告诉他，虽然省考取消了，但国考还在，地方警官需要奋斗20年才能进入中央警局，而国考通过就能直接进入。他准备前往首都参加考试。三哥请求对方带上自己车票和饭钱，以后会还给他的。小王家境比较优越，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一到德里，三哥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这里考生如云，而且都是全国各地的高材生，想要脱颖而出比登天还难。第2天，小王的朋友带他们找到一个久经考场的学长，他经常会为新考生指点迷津。印度国考一共有3门考试，分别是初试、主试、面试，每年有20万的考生参加，但只有1000人能通过初试，再通过主试只剩下100多人，最后就是面试环节。经过3轮筛选，最终20万人只留下20人。学长已经失败了5次，但没灰心。今年他通过了初试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他也梦想着有一天能穿上警服。在学长的介绍下，三哥找到一份图书馆的工作，虽然工资低，好歹也有个栖身之地。最主要的是这里有丰富的书籍。主试成绩出炉那天，学长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，显然他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了。学长并没因此感到沮丧，而是留在德里帮助更多的人。他开了一家免费辅导班，来这学习的考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他们只需要付点茶水费。三哥白天在图书馆打工，晚上就来这学习。经过1年的努力，他参加初试，原本信心满满，结果成绩出来那一刻垂头丧气。学长安慰他明年重新再来，想要成功，他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。只要一有时间，他就来学长镇帮忙。去年的状元过来传授经验，现在已经是内政部的高级官员。他看见三哥端着茶水喊了声茶童，得知是考生后，非常有礼貌的道歉，并且说以后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来找他。这句话让三哥看到了希望，成功的路上总会遇到许多帮助自己的人。第2年，三哥通过了初试，学长建议他找家专业的辅导班来应对，只是三哥的积蓄根本不够，凭借3寸不烂之舌说服对方同意分期付款。他在成功学员中看到那位喊他茶童的前辈，他以为是机构弄错，前辈并没参加过任何培训，完全靠自学通过的考试。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叫广告，机构已经付给前辈15万的费用，原来是弄虚作假，吸引更多的考生报名。三哥不想看到其他人被忽悠，于是告诉正在报名的妇女。工作人员害怕事情闹大，直接退还押金让他滚蛋。三哥的政治引起达拉的好感，两人因此结下缘分。达拉来到三哥工作的图书馆，看到他手上捧着一本航空书籍，
误以为他是刚毕业的工程师。三哥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打断。两人聊得非常投机，都有相同的理想。达拉参加国考，希望将来能为底层人发声。他此前是名实习医生，由于不满医院的黑暗，所以果断辞职。他意识到只有权力才能整治腐败。两人经常结伴来培训班听课。三哥有一篇论文得到教授的赞赏，他当众表扬三哥，还奖励2个巧克力。达拉更加仰慕这个来自贫民窟的男人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的关系不断升温。三哥看中一本书，可囊中羞涩，细心的达拉看在眼里，他偷偷买下这本书送给三哥。就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时，一件小事差点让他们的缘分彻底中断。教授讲起火箭的原理，希望有懂的同学给大家解释一下。达拉想到三哥是工程师，立马推了推他的手臂。三哥说自己根本就不懂。达拉以为他是害羞，于是站起来推荐三哥作答。他整个人都懵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他解释到自己是文科生，一切都是个误会。达拉流出了眼泪，有一种被心上人欺骗的感觉。从此两人逐渐疏远。三哥的心情原本就非常失落，老板又误以为他私藏卖报纸的钱，还嘲讽他是小偷的儿子。三哥听后，拿起拖鞋就想拍在他脸上。父亲是多么正直的一个人，却被别人侮辱成小偷。父亲此前是农业公司的员工，他发现老板倒卖国家免费发放的种子，不仅拒绝在假账本上签字，还动手打了老板。父亲因此遭到开除，但他没放弃为农民维权，从此独自踏上举报之路，至今还在为部工作斗争。得知三哥辞职后，小王在一处小作坊里找到他，昏暗的小房间不堪入目，他好奇这样的环境如何学习。三哥掀开一块布子，他白天磨面，晚上学习，一天24小时都待在这小房间里。小王让他搬来与自己住，起码能有个好的学习环境。可三哥非常固执，不想再麻烦朋友。很快就到了主试的日子，面对英语试卷，三哥信心满满。论文题目是社会安全，他之前就写过这篇论文，被教授表扬，只需要将印地语翻译成英语就行了。很快他就因为自己的大意而懊悔。一名考生让他重新看看单词，主题是旅游而不是安全。三哥仔细看过试卷后瘫坐在地。第2次考试就这样失败，但坚定的信念并没被打倒。趁着空闲时间，他去找布达拉，向当面为上次的事情道歉。可达拉并没在家中，电话里达拉显得非常冷漠。时隔2年，他回到村子，与妹妹开心的相拥在一起。家里的情况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，父亲独自在外为正义而战，家里唯一的奶牛都卖掉，母亲和哥哥都在跟地主打工。当他问起奶奶时，妹妹的笑容立马消失。他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回到家中，奶奶的房间早已空荡荡。他责问妹妹为什么不告诉自己，原来这是奶奶临终前的嘱咐，千万不要告诉孙子，好让他在外安心备战考试。三哥的内心无比难受，他答应过奶奶一定会穿着制服回来，可惜奶奶至死都没等到那天。母亲安慰他，只需要把精力投入在国考当中，家里过得还不错，完全不用操心。三哥知道母亲是在骗自己，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他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别的孩子早已扛起家庭的重任，而自己还没一个稳定的工作。他答应母亲，下次回来一定穿着制服。三哥又回到作坊，重复着白天工作，晚上学习。突然有一天，父亲来了，看到这恶劣的环境，父亲开始自责，他想带三哥回家，自己也不再维权了，只要回到原来的公司，默认老板的做法，就有稳定的收入。几年的奔波，父亲已经被磨平了棱角，在现实面前，才看清自己只不过是只蝼蚁，能让家人过得好才是最主要的。三哥不敢相信，诚实的父亲会向黑暗低头。父亲从小教育孩子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接受失败，我绝不会认输。三哥告诉父亲，自己会给家里寄钱，我们还要继续战斗。此后三哥每天工作15个小时，学习6小时，睡觉3小时。第3次初考，三哥顺利通过，这使他朝思暮想的人出现了。达拉特地来为三哥祝贺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三哥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。达拉看到破旧的房子不禁皱起眉头，提出借钱给他改善学习环境。男人的自尊心让他果断拒绝，他还要承担家里的开支，自己并不惧怕黑暗，而是害怕内心的黑暗，完全没必要为舒适妥协。很快来到了主试，结果并不意外，他的第3次尝试失败了。庆幸的是，达拉一直陪伴在身边。小王因为连续失败又与女友分手，导致心情非常不爽，他把三哥的失败怪在达拉身上。爱情会让一个人分心，如果将来一事无成，也会被抛弃，没人会跟失败者在一起。达拉听后愤怒离开，三哥立即追上去挽留。他曾经说过，如果达拉对他说我爱你，那么他将会颠覆世界。现在达拉就给予他最大的力量 ，I love you。现在去颠覆世界吧。三哥听后一路狂奔，他来到当初那位前辈家中，在三哥的提醒下，前辈终于想起他是3年前的那个茶童，当初承诺过需要帮助可以来找自己。三哥现在只想求他一件事，那就是指点自己如何通过主试。前辈让他用9分钟写关于自己的话题，三哥认为这很容易，自己难道还不了解自己吗？可时间到了，却写不出100个单词。前辈给他一个巨大的打击，最熟悉的自己都写不好，
考试中怎么能写出陌生的话题？这样下去你不可能通过。显然说的就是他半工半读的处境。学长看到来帮忙的三哥，立即让他停下手中的工作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专注考试，腾了一间屋子让三哥过来住。从现在开始，只需要认真学习，而且还会给他家人寄钱。三哥不想接受施舍，学长说就当做是贷款，以后你再双倍返还给我。三哥还想再说什么，学长立马让他住口。这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，而是我们一群贫民窟的学生在战斗。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人成功，那么就能给其他人带来希望。这是穷人唯一翻身的机会，要不然全都回去做着低贱的工作。三哥搬进学长的房间，人生中第一次有张可以学习的桌子。他现在每天有15个小时的时间学习。这时达拉传来一个好消息，他通过面试成为一名税务官。这条消息无疑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鼓舞。第4年，三哥通过了主试，他开心地向小王借手机，要把这件事告诉给达拉。没想到小王异常生气，三哥不关心他的失败，反而着急地借用手机。如果不是自己带他来到德里，他早就回家种田了。最后还诅咒三哥和达拉没有好下场，两人闹得不欢而散。达拉得知喜讯后，第一时间找到三哥，为了面试能有好形象，达拉带他来修剪头发，还精挑细选一套西装。面试之前，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三哥来向小王表示感谢，如果没有小王，自己也没今天。此前一直忽略对朋友的关心，兄弟的感情终于和好如初。面试的路上，三哥格外紧张，达拉一直握着他的手，随后递给他一张纸条，让他在没人的时候才能打开。负责接待面试的老者告诉他，主考官对印度语学生有偏见，你12年级留级的原因一定要有个好理由，最好说那年你的奶奶去世了。可当主考官问起为何留级时，三哥犹豫了。他想到当年警长的话，诚实，别作弊。他说当年作弊被发现，所以全体学生都留级了。主考官有点吃惊，直接让他离开，没有必要浪费宝贵的时间。三哥知道多年的努力失败，离开时旁边的女考官让他在外面等一下，那么至少还有一线希望。他脱下外套，缓解紧张的心情。这时看到达拉的纸条，无论你是中央警局的官员，还是面粉厂工人，我都会和你一起度过余生。你愿意娶我吗？三哥突然想明白了，达拉看上自己不就是因为诚实吗？再次进来，他露出豁达的笑容，不管成功与否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考官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要说出作弊的事情？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理由。他说不想再用欺骗来掩饰欺骗。当时不知道作弊是一种错，因为从小到大都是老师在帮助作弊，还告诉他们这是古老的传统。直到警长的出现才颠覆他的认知，诚实和正直才能改变印度的未来。他的回答并不能让主考官满意。在面试者当中，还有许多印度理工的高材生，为何要录用一个因作弊留级的人？他接受不被录用的结果，但是不接受失败。他的目标不是进入中央警局，而是改革这个国家。回去以后打算做老师教育，好学生不要作弊。他相信下一代一定会有比自己更出色的人，即使不能成为照亮地球的太阳，仍然可以成为一盏路灯。主考官夸他说的非常好，那就回老家去做你的路灯吧。面试成绩公布时，三哥不敢去看，他觉得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毫无希望。反而达拉相信三哥有机会。蕾西小姐，你觉得他怎样？心怀崇高的人很难找到，他有利于改变印度警察的形象。亚达先生，你一直很安静，这个系统需要正直勇敢的人。如果这个候选人没被选中，那这个面试还有什么意义？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成功了。他的努力和正直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在这一路坎坷中，三哥遇到许多生命中的贵人。消息传回了村子，母亲不敢相信的愣在原地。最自豪的就是父亲，他要告诉曾经的老板，自己是中央警局官员的父亲。他漫长的战斗之路也即将胜利。1年后，三哥回到家乡的警局，那位警长以为是上级来视察，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。三哥脱下帽子后，深深鞠上一躬。他送上婚礼的第一张请帖，这下搞得警长一头雾水。在三哥的暗示下，警长终于想起是当年被关押的那名学生，如今已经成为自己的上级。Sir，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只要你的理想够坚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人生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。